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中文频道。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快速、有效、科学的学单词，让你在1个月内掌握1000个单词不再是梦。我会从如何使用单词卡，教你正确的分类、联想，打开思路，帮你一起建立强大的词汇网。再通过我们的大脑构造，让我们将感觉记忆变成肌肉记忆。最后呢，我们通过遗忘曲线来科学有效的记单词。那今天的这个方法呢，不仅仅适用于中文，学习任何一种语言，英文、德语都可以。我们先一起来看看这个单词卡，这是一个单词卡的盒子。一般的，如果说你学习一个新的语言，比如说我儿子他们学习拉丁语，老师就会要求他们买这样的一个单词卡的盒子，专门用来装单词卡的。那在这张卡上你应该写什么呢？在它的正面你需要写上它的汉字、拼音，包括它的词性，也就是它是名词、形容词还是动词。汉语里面比较难的一点呢，是它的量词，所以我建议呢，你也把量词写上去，比如手机，一部手机。第3步呢，就是写上它的例句，你可以举2到3个例子，比如说我新买了一部手机。那在它的背面呢，如果是可以用图形画出来的，当然我建议你画一个图形哈。不能用图形表示的呢，你可以直接写上你的母语，这样一个单词的字卡就完成了。那么在你完成了很多张字卡以后，可以给自己规定一个任务，比如说一天用1个小时来学30个单词，来记30个单词，那你就要把这些30个单词在这样的一个盒子里进行分类。这个盒子实际上一共有6个小格子，也就是从星期1到星期6。那星期1你掌握了30个单词，星期2你就要掌握60个单词，不仅要掌握新的一部分单词，还要把星期1的这30个单词也要重新再复习一遍。这样以此类推，一天掌握30到40个单词，6天你就可以掌握180到240个单词。这样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1个月的时间，1000个单词就不在话下了。那是不是对每个单词我们都要花相同的时间去记它呢？我们知道单词呢，大致的可以分为2类 active vocabulary， 也就是实际会用的单词，和 passive vocabulary， 就是你看到认识但是不会用的单词。我们应该花更多的80%到90%的精力去掌握学习那些你认识但是不会用的单词，这样可以非常快速的增加你的词汇量。那这个单词卡呢，它把你所不认识的生词一直到你完全掌握会用的单词进行了一个细分。比如说这个单词，那对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单词，你完全不认识它，也不知道怎么读，那你就在这里打一个叉叉，这是对你来说完全陌生的词。第二个，你看到它认识可以读出来，你可以把它分为第2类，你见到它能读，但是你不会使用它。第3个，你见到这个单词不仅会读，而且知道它的用法，知道它在哪样的情景中使用，可以用它来造句，那你就在第3个里面打叉。如果你看到这个单词不仅认识它，会用，同时你还能写出来，就在最后绿色的圈子里打叉，说明你完全掌握了它。这就是对一个生词的细分，你到底掌握它到什么一个程度，然后你需要花不同的时间在这些单词上。你分配给这些单词的时间应该是从绿色到红色越来越多的。除了可以用手头上的这些单词卡，你也可以在电脑上生成自己的词汇网，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形成每一个单词相关联的词汇，通过联想法
主题法和分类法，将这些单词进行细分。联想法，比如说手机，我可以通过手机想到手机卡、手机线、手机充电器。那主题法呢，就是比如说我说到水果，你就可以列举出苹果、香蕉、橘子等等。分类呢，你可以通过它的词性来分类，比如说和吃相关的动词，吃饭、吃醋、吃豆腐和吃相关的名词，吃货、吃相，这样以此类推，就可以大大的扩展你的词汇量了。当然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动词和名词的连接，比如说收集、收集图片、收集信息、收集资料。这样的方式呢，不仅仅可以帮你迅速的扩展词汇量，同时呢，也便于你记忆，你记起来更轻松，印象更深。也可以通过搜寻网站来学习它的各种用法，比如在我们的汉典上查找它的使用方法。学会使用正确的网站来查单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那第一步我们就已经完成了，通过制作单词卡，把这些单词进行分类整理。那第二步呢，就是如何将你的感觉记忆，也就是短暂的记忆，慢慢的转化成长期记忆，甚至转变成一种肌肉记忆。感觉记忆指的是通过五感，也就是触感、听感、视感等等，通过感官来记忆。想要将感觉记忆变成肌肉记忆，你就需要不断的重复和练习，通过反复书写模仿动作、模仿发音、触摸、朗读、口头复述等方式，让记忆的过程牵动你的运动神经系统，让单词记忆更加牢固，让它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里，刻在你的心里。就好像我们在练习滑雪的时候，如果我想向右转弯，我就要把我的重心放在左边，压左边的腿。只要我想向右转弯，我就要牢记这个动作要领。那经过一次一次的练习，熟练以后呢，它其实就已经转变成一种肌肉记忆了。这样长期以往练习下来以后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完全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就会做相应的动作，这就是慢慢的转换成了肌肉记忆。我再举一个课堂上的例子吧，比如说在我的中文兴趣班里的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是完全没有中文基础的外国小朋友。我经常和他们做一个游戏，我会跟他们玩这样一个红绿灯的游戏，我会教给他们一些简单的指令性单词，比如说我说红色的时候你就要停止我说黄色的时候你就要蹲下来，我说绿色的时候你就要跑。那这个红、橙、绿和三个动作是相关联的，也就是停、蹲和走。特别神奇的是呢，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其实他们完全不认识这几个单词，不管是颜色还是动作，但是他们就可以在几分钟内完全掌握红、橙、绿相对应的动作。任何一个单词，你尽可能的给它一个动作，看到这个单词以后呢，就记住这个动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以后，你就可以把感觉记忆转变成一种肌肉记忆，这才能让一个单词在你的心里根深蒂固。其实也是我们中文所说的熟能生巧的过程，通过动作的熟练完成肌肉记忆。所以说学习中文和练习滑雪、学习游泳都是一样的，要勤加练习，花大量的时间一遍一遍的记，一遍一遍的背。那是不是每个单词背上20遍就可以记住这个单词了呢？当然我们说了，要通过科学的方法背单词。讲到加强记忆的科学方法，就不得不提到德国心理学家 Hermann Ebbinghaus 艾宾豪斯的人类遗忘曲线。他描述了我们在学习某个信息后，
随着时间推移，记忆中的信息逐渐衰退的模式。横向的轴表示学习后的流逝天数，从1天到31天，1个月的时间。纵向的轴呢，表示记忆的留存率，也就是你的记忆还保留了多少。我们可以看到，在学习新知识20分钟以后，就已经遗忘了42%；1个小时以后遗忘了56%；1天以后就遗忘了66%；30天以后就遗忘了79%，差不多80%全都忘了。按这条遗忘曲线，你不进行复习的话，等于说你新学的知识1个月以后全都又还给老师了。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对学习的内容还都记得比较清楚，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的保持程度就越来越弱，一直到完全遗忘。遗忘曲线的形状是一条快速下降的曲线，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遗忘开始之前就进行复习，以便加强记忆，提高保持记忆的时间。那具体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在初次学习词汇的时候，我们要集中注意力，尽量多理解它的意思，纠正它的发音，和灵活地掌握它的用法，使用我们之前所说的单词卡进行记忆和学习。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及时回顾，最好是在学习后的短时间内，比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就要进行及时的回顾和复习，有效的巩固记忆。第三点，在及时回顾的基础上，我们要做的是定期复习。根据遗忘曲线的原理，科学合理的安排复习，在1天、3天、7天、20天和30天等时间点再一次的进行复习，这样可以强化记忆，让你掌握的新知识更加持续长久。同时要注意，在复习的过程中，不仅仅限于单一的词汇，尽量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不同主题或类型的中文放在一起记忆和复习。所以最后不要忘了，我们一起来制定一个合理的复习计划，让背单词不再是难事。我们就一起实践起来，制定一个1个月学1000个单词的计划。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对你的中文学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分享给更多学习中文的人。我们下期再见。